一场蓄谋已久的车祸，让3个素不相识的人同时穿进一本年代文里，成为恶毒女配的一家。一个能文能武的女总裁，平时却爱看点言情小说，和一个在荧幕前闪耀却孤身长大、从小缺爱的人，还有一位年纪轻轻就是科研的神话。因从小在他国研究室长大，导致对啥都不感兴趣的人，命运让他们成为母子，组成新的家人。这会碰撞出怎样欢乐的火花呢？产妇，你在家打劫？产妇，哪里？自己连个男人都没有，怎么怀孕的？看着简陋的手术室以及他们脸上的老式纱布口罩，都让邱一诺心慌不已。这里的医疗条件那么差，不能生的孩子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吧？下一秒，脑海里涌入了大量不属于自己的回忆。他穿书了，穿进了他昨天看的那本言情小说里。原主是男主的乡下小青梅，两人相约好了，只等他做了排长就娶她过门。谁知重男轻女的邱府竟然拿他换彩礼钱，幸好原主的娘偷助他逃了出去。结果在投靠小姨的路上救了邵成远的娘，因此失忆了。少母便主动为原主和儿子牵媒。后来原主怀孕了，就在她临盆的前几天，部队来人通知邵成远牺牲了。少母难以接受儿子的死，就冲出了家门，下落不明。脑海中的画面闪得太快，他还来不及捕捉原主更多的记忆，就被新一轮的阵痛席卷全身。邵成远，我去你大爷的！产妇，深呼吸，跟着我一起吸气、吐气。没有半点经验的邱一诺吓得全身都在哆嗦。自己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，说什么都要好好的爱护。原书里就是今天晚上，少母的娘家人将会带她回京城，而自己在这里身无分文，养孩子都费劲。看见头了，暂时点击啊！看见就看见，不要挤压她的肚子好吗？婆婆，再等等我，有好日子咱们一起享福啊！邱一诺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眼角的余光扫到了窗外的夜空，繁星点缀，竟是说不出的好看。产妇专心一点，怎么生孩子还分心的？不好意思，我专心，肯定专心。好疼啊！听到孩子的啼哭，他突然就软了身子。终于生了，真是疼死他了，再也不生了。9月11日23点48分，产下1名男婴，母亲1两。邱一诺想到了未来的好日子，想也不想的就要从产床上爬起来。产妇别动，省力气，肚子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邵成远，咱们梁子姐大了，给你厉害坏了，竟然玩一炮双响。也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在精疲力尽中生下了第2个。9月12日0点02分，又产下1名男婴，母亲2两。邵星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，看着眼前模糊的世界，差点没吓到蹬腿翻白眼，张了张嘴想喊人过来，谁知发出的声音是婴孩的咿咿呀呀，他吓坏了。这是他的声音。转动着小脑袋，到处寻找熟悉的身影。邱同志，还是尽快联系你的家人，你一个人是带不了2个孩子的。邱一诺看着外面的天色大亮，估计婆婆这个时候都已经抵达京城了，心中满是怅然。唉，好日子果然不属于她。耳边传来陌生的女声，邵星辰还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就一个怀抱塞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怀里。孩子肯定是饿了，先喂这个一直张嘴找吃的小家伙。你说什么？邱同志，你儿子饿了。他这是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一个奶娃娃。邱同志，你儿子都饿哭了，快点奶孩子，不要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当妈妈都是这样的，喂个2次就好了。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年轻的，哪个孩子有什么好害羞的？邵星辰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喝上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口奶。他不干净了。邱同志，你可真会生，2个儿子就像是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好看。邵星辰吃了个半饱就开始犯困，小手无意识地抓着邱一诺的衣服，睡着前还回味。原来妈妈的怀抱是温暖的、安全的，还有淡淡的奶香味，真好。这辈子她也有妈妈了。邱一诺喂完了老大，在护士的指导下又喂了老2，等2个孩子喂完了，他累得连腰都挺不起来了。唉，太鸟累了，当妈的真是太辛苦了。护士又询问了家里是否能来人照顾他。我丈夫是军人，前几天部队传来消息说他牺牲了，我婆婆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下落不明。至于我，没有娘家人。记忆里原主还真有家人，父母重男轻女，还有一个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的弟弟。原主能活着就是个奇迹，那样的家人有相当于没有。我一个人可以的，就是劳烦您费心多教我。算了，我没事了就过来转几圈，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，我和其他同事也打个招呼，帮你打个饭什么的。同志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邱一诺本以为喂完孩子能睡会儿，顺便消化一下他穿书这件狗血的事情，还不等他躺下来，
恶露排的怎么样了？然后各种按压肚子。疼，同志，你轻点。邱同志，你小点声，不要把孩子吵醒了。邱一诺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，眼泪却掉得更凶了。后来连护士怎么走的，他都记不清了。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一声凄厉喊叫声把他吓醒了。有人偷孩！这个女人刚穿书就面临生产，结果拼了命生下了2个崽崽，醒来却只剩下1个崽崽，于是想也不想的抱着大儿子就冲出了房间。刚出门，身后就传来大喊：“快帮我抓住那个抱小孩的男人！”邱一诺一想到这个男人可能把自己的小儿子也偷走，立刻就冲了过去。就在男子踉跄之际，邱一诺趁机抢回了孩子。好家伙，这个重量好像比大宝重不少啊！这不是自家的崽啊！下一秒，从后面冲过来一个老太太，一把抢过了胖娃娃。孙子，奶奶的大孙子，你怎么了？摇晃半天，孩子依旧睡得香甜。大夫，快来个大夫给我大孙子看看啊！这不是自家的崽，那自家的崽子去哪儿了？人贩子见大家的注意力在那个祖孙俩的身上，扭头就要钻进人群中。邱一诺见状，横踢一脚。臭娘们，你再过来，老子捅嘎你！我拖住他，出来个人去报叔叔。拐卖儿童拐到我头上了，你真是活腻了！妈的，今天不见血是走不出去了，只能是战术绝了，要不然等会叔叔来了，自己就真走不了了。这虎娘们也太沉了吧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！说，你把我儿子弄到哪里了？哎呦，别打，别打！把儿子还给我！我说别！邱一诺的拳头一下接着一下的砸下去，根本就没给对方说话的机会。把我儿子还给我，要不然我把你嘎了喂狗！好在叔叔同志来了，拦住了力大无比的邱一诺。叔叔同志，你们可要救救我，他要嘎我！这个女人疯了，那么大一头扑过来，我差点就被压嘎了。邱一诺见到叔叔同志，瞬间就泪崩了，一股脑的将他丢了孩子的事情说出来。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自家的儿子都不知道被转运到哪里去了。叔叔同志，还有我家的孩子也丢了。我们一共就偷了2个孩子，没有第3个。只是人贩子说的话根本就没人相信。在一番沟通下，邱一诺被护士哄着回到了病房，就看见自家崽子安静的躺在床上。什么情况？胎儿宝没被人贩子拐走？邱同志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儿子？是吧？那娘们下手也太狠了，我就说我们就偷了2个，你们还不信？少废话，你偷2个孩子就没错了，赶快把你的同伙交代清楚，要不然我把他再找过来收拾你。别，叔叔同志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你，哎呦，闺女，你可吓嘎我了。闺女，你刚刚救下我家大孙子，还记得不？闺女，你可是我们老蔡家的大恩人，我们家4代单传，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孙子，没想到被那个天杀的人贩子给盯上了。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孙子还不知道被拐去哪里。这是我们家给你的小小谢礼，还希望你不要嫌弃。大娘，你客气了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你还在月子里，要好好的静养，别起来。我夫家姓蔡，你就喊我一声蔡大娘吧。蔡大娘从小护士那里听说了邱一诺的悲惨身世，对他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，也是格外的心疼。是不是饿了？上次喂孩子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儿，我忘了。邱一诺是在寻找婆婆的路上动了胎气，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来的，所以待产的东西一样都没带。你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拿几个我家小孙子的尿布。他这是刨了谁家的祖坟，要遇上这样的好事。闺女，都是我家小孙子用过的，你也别嫌弃。蔡大娘，你先借我2块，等晚点我从家里拿回来再还给你。你家有人给你送吗？闺女，你还在坐月子，有些事情别逞能，也就几块尿布的事儿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闺女，我家那口子还有我儿媳妇都是在供销社上班的，这样的不好弄，我家有的是。大娘，那我花钱买。说什么买不买的，你救了我的孙子，就是我们老蔡家的大恩人，你有个什么难处就和我蔡大娘讲，我能帮的尽量帮你。说到这里，
他还真有难处，只是这个年代不容许他有这样的想法。邱一诺咬了咬牙，硬气的摇头。谢谢蔡大娘，我没难处。晚上别打饭了，我给你送过来。放心，你住院期间肯定让你吃好喝好了。这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？你再客气下去，我就真的生气了。你现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2个孩子着想。邱一诺招架不住蔡大娘的热情，最后也只能妥协。妈，邱同志怎么样了？唉，挺可怜的，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，婆婆也下落不明，娘家更是没个帮衬的人。你说这月子可怎么做？妈，他救了咱家胖胖，我想帮帮他。他们蔡家家大业大，也不差这3瓜2枣，婆媳俩一合计，就决定找个人帮他先把月子这一关给扛过去。妈，你觉得贺自清怎么样？但是他会给人伺候月子吗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。青青心眼好使，为人实在。我听说他不忙的时候就帮他表姨带孩子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去找青青问问。妈，你小心点，找到人立刻就出来。放心吧。邱一诺正准备吃晚饭，蔡大娘就带着一个姑娘还有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来了。我叫蔡荣，是你蔡大娘的丈夫。邱同志，感谢你救了我家胖胖。蔡叔叔太客气了。闺女啊，她叫贺自清，是我家的远房亲戚，最近正好有时间，就让她过去帮你带孩子，给口饭吃就行。这真是瞌睡来了，就有人送枕头。邱一诺现在是真的缺人，也不矫情，就爽快的成了蔡大娘这份情。这个女人刚穿书就面临生产，拼了命生下2个儿子，回到家却发现嘎了的老公竟是自己穿书的源头。你怎么懂得这么多？当然是一看见你就把持不住了，我无师自通。老天呀，谁能来拍嘎我？做梦耍流氓竟然变成真的了。等贺自清将饭菜端到桌子上，他脸上的热度都没降下去。青青，你吃吧，我想冷静一会儿。是不是洗头洗感冒了？头果然有点烫。青青，我不是感冒发烫。那你是怎么发烫的？你别管我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会儿。一诺姐，你现在喂孩子很容易饿的，等咱们吃完饭再冷静一会儿。好吧。饭后，邱一诺想到了自己未穿书之前的藏书阁，于是闪身进去看看。我的藏书阁呢？映入眼帘的是广阔的天地，连绵不绝的青山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远处伫立着一座精美的楼阁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哪家神仙修行之处。那栋阁楼难道是自己的藏书阁？赚大了，我的藏书阁升级了。环顾四周，发现了通往2楼的步梯，咚咚地跑上楼。难道力度不够？这是什么门？怎么那么重？累了，完了，我的手都红了。越是进不去，我越是好奇。邵星辰是被自家老妈自言自语吵醒的。搞什么？原来是我等级不够。什么？要我把一层楼阁所有的书全部看完才能开放2楼？这声音可不像是门外传来，反而像是自己脑子里传来的。自己空间的秘密保不住了。自从穿越后，邵星辰就不敢随意进入自己的空间里，生怕被人发现他突然消失。一想到这个世界的老妈竟然能进入到我的空间，难道我的空间只对有血缘关系的人开放？下次带着弟弟去溜一圈试试。算了算了，上不去就上不去，白的一个空间，说到底还是我赚到了。哪里是白得的一个空间？这个空间明明是我的，现在不再属于自己独有了，好心痛。邱一诺从空间里出来后，就发现大儿子睡梦中一脸的哭相。想到之前听说的，宝宝睡着后，孟婆婆会教宝宝本领，如果学会了，就会得到孟婆婆的表扬，宝宝就会笑；如果学不会，就会得到孟婆婆的批评，宝宝就会哭。这小子该不会是因为太笨了，所以被孟婆婆批评了吧？不怕，你就算是再笨，也是我的宝贝。这一吻来的猝不及防，邵星辰瞬间忘了空间的事，尤其是他活了2辈子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叫他宝贝，从心里溢出的欢喜，让他即使不睁眼睛都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扬。自己竟然被化作宝贝，原来有妈的孩子真的是一块宝。见邵星辰又笑了，邱一诺也跟着开心起来。看样子是学到本领了，被孟婆婆表扬了。小孩子真是太好玩了。很快小家伙就乐极生悲了，一个开心蹬腿床湿了。你小子不会又尿了吧？到底是哪个说小孩子的尿不骚的？天哪，这个味儿太上头了。
邱一诺刚给大宝换好尿布，旁边的二宝也开始的叫。等，你小子等我拿个尿罐，你再拉。等他打开小儿子的尿布时，一股酸臭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这个味道太感人了，让我嘎了吧。还在厨房里熬汤的贺自清听到这个干呕声，马上就猜到小家伙拉了。一诺姐绝对是自己见过最嫌弃自己孩子的妈妈，最打怵就是给孩子换尿布，最严重的一次连饭都吃不下了，奶水都骤减了，饿的两个小家伙只能喝奶粉。只要一想到奶粉钱那么贵，还要奶粉票，贺自清都会主动抢着换尿布。快把尿布拿出去！不行，这味儿太臭了，我要缓一缓。邵星辰这会儿也被熏得迷迷糊糊的，耳边传来老妈小声的嘀咕：“唉，你俩要是不会拉撒该有多好！这种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”老妈有点母爱，但不多。邱一诺陪着孩子睡了一觉，后来是被鸡汤的香味香醒了。太好了，刚炖好的鸡汤，一诺姐你快来尝尝。你放盐了？少放了一点点。隔壁杨婶子说不能一点盐不吃，要不你身体没劲儿。反正我也不知道她说的对不对，先这么试试。如果大宝二宝不上火，以后做什么都给你少放点盐。咱们一言为定了。行，一诺姐，再来一碗吗？我可以来2碗。行，别说2碗了，就是5碗都有。多喝汤容易下奶，咱们家孩子就不愁吃了。因为有了盐，邱一诺一口气还真炫了5碗汤。不能再喝了，为了庆祝你出院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自从川叔来到这个物资贫瘠的世界，吃个面条都像是过年一样。一诺姐，你就在屋里子转转，千万别出门受风啊。邱一诺在屋子里走了个10几圈，重新爬回了炕上，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，就好像又怀了6、7个月似的，可见原主在这个家过得有多滋润。这身材肯定不少于130斤吧。邱一诺看向熟睡的2个儿子，发现他们2个动也不动，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。不能睡着，睡着就没气了吧？真是太好了，小孩子怎么睡着睡着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意识到自己的草木皆兵，邱一诺不禁好笑。也不知道别人家的妈妈是不是和她一样神经。这个女人穿进了缺衣少食的穷苦年代，好不容易吃了一顿肉，结果就被刚出生的儿子嫌弃了。奇怪，也没尿，你扭来扭去干什么？也不饿。臭老妈！哎呦呦，我们大宝不哭了。小家伙一边哭还一边闪躲。你这小子该不会是嫌弃你亲妈吧？好了，我们大宝最乖了，妈妈现在就去刷牙，不哭啊。一诺姐，你要洗脸刷牙吗？对。邱一诺将大宝嫌弃自己的事情说给了他听。一诺姐，大宝其实有点小洁癖的，二宝也有点，不过他不像大宝那么较真儿，一刻也等不了。有嘛？这么小的孩子哪里看得出来？两人说话的功夫，邱一诺已经洗漱完了。青青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一诺姐，真不用我帮你带一个孩子，放到你那里半夜也要送过来吃奶，太麻烦了。你晚上好好的休息，白天才有充足的精神帮我照顾他们2个，我白天再抽时间补眠。行，晚上忙不过来，随时叫我。邱一诺刚回到自己房间，邵星辰睁开了双眼，找准目标，然后毫不客气给了他一个白眼。没有个妈妈的样子。这小子刚刚是在对我翻白眼吧？这个臭小子怎么像个小大人似的？邱一诺利用了一晚上的时间，将空间探查了一番。让他感兴趣的是空间内源源不断的泉眼，小说空间里的标配，能治百病的灵泉。自己竟然还有这好运，有了藏书阁，还有空间灵泉。明天让青青买2只鸡仔回来试试这水。翌日一早，邱一诺就提了买鸡仔的事情。能下蛋了，以后大宝二宝口粮也不缺了。就算不下蛋，过年过节把鸡杀了还能添个菜。行，等一会儿我把院子东南角那里垒个篱笆，养鸡正好。很快贺自清就把小鸡给抓回来了。趁着不注意，邱一诺给2只小鸡喂了泉水，一连观察了几天，发现2只小鸡长得特别好，这才敢喝泉水。哇，这比上辈子喝过的任何矿泉水还要好喝。中午喂奶的时候，大宝就尝出今天的饮料有所不同。这不是他空间的灵泉吗？妈妈，你终于喝灵泉水了。轮到二宝的时候，小家伙明显的微微一顿。二宝你怎么不喝了？难道是不喜欢这个味道？弟弟多少有点山猪吃不了健康。光是牙花咬人也挺疼的。亲生的，忍住，还小，不能打，等再大一点就可以打了。邱一诺确认过泉水没有问题，便把家里的一切饮用水全换成了泉水。换水的第一天，
不会第一天就发现了吧？甜滋滋的，这么美味的东西就应该天天拥有。一诺姐，我今天这个小米粥做的可好吃了，你可要多喝一点。真好喝，青青啊，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。青青阿姨好像不太精明的样子，以后肯定要被便宜老妈坑砍了。这一日，邵星辰终于找到机会，一手拉着便宜弟弟就进入了空间。完了，自己的空间现在不仅老妈能用，还有便宜弟弟也有出入的资格。幸好便宜弟弟现在还小，也不记事儿。还不等他带着弟弟离开空间，便听见砰的一声，吓得邵星辰片刻都不敢耽搁，就出了空间。一诺姐，你没事吧？他不能生个孩子，把自己眼睛搞出问题了吧？青青啊，大宝二宝刚刚一直就在那里吧？不是一直都在炕上吗？你确定？当然了。完了，自己的眼睛肯定有问题了。听过一孕傻3年，可没说一孕眼都瞎的。一诺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可能是撞了脑袋，这会儿功夫头还晕着。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出了月子，邱一诺就迫不及待地出门逛逛，首选就是副食店。小邱，你这是出月子了？对，出了月子就想出来逛逛。蔡叔，好久不见。你们俩今天想买点什么？天气转凉，该给他们两个做厚一点的被子。我俩想买布和棉花。蔡叔，你有没有那种有瑕疵的纯棉布？最好能便宜点。你俩来肯定有，还是不要票的。走，别去排队了，我带你们去仓库看看。供销社人真是好办事儿啊！你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要的？哇！邱一诺进了仓库，就像老鼠进了米仓，最后买了一车。青青，咱们买这么多坛子做什么？可以腌咸菜啊。前段时间我将家里都清扫了一遍，发现这些坛罐罐特别少，正好遇见蔡叔了，咱们就多买点回来，把过冬的食物都准备起来。青青，你说你年纪也不大，怎么这么能干？贺自清是被他爸送来投奔表姨的，虽说表姨对他是不错，但是表姨夫总看不上他。贺自清也能理解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他尽量少吃饭，多干活，至少不能让表姨夫因为他而刁难表姨。后来胆子大了，去黑市投机倒把，也是在那里认识了蔡大娘婆媳俩，一来二去处感情了。我妈走得早，平常都是我照顾我爸，熟能生巧。对了，一诺姐，你喜欢萝卜干嘛？喜欢萝卜干咸菜，我最喜欢了。明天我去多买几根萝卜，用盐撒一撒，然后全晒成干，到时候早上配一碗粥，那味道肯定特别好。青青，你可真是什么都会，你还是把大包给我吧。没事儿，我不累。我知道你力气大，但是这么一路走回去，你的胳膊肯定要酸的。放心，我就算是抱着你回去，我的手都不会酸的。我会点功夫，从小练到大，所以这点重量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重。你会功夫？黑市里就没有人跑得比我还快的。我太爷爷那辈就是看武馆，也会各种推拿，后来破舅舅不让搞了，所以我的功夫一点也不比我爸差。青青，我能和你学武术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最好还是等你给大宝二宝他们端了奶再学，武术的事情暂且不着急。那就一言为定了。这个女人刚穿书就面临生产，拼命生下2个崽崽，现在自己却成了人群中最胖。然而她却不自知，非得让师傅给自己称一称来证明一下自己。师傅，你能不能称我有多重？不用称了，你肯定不少于100。啥玩意儿？150？这老头说话太扎心了，还专门出人心口不？我就是身上的肉多一点，怎么可能会那么胖？我收废品多少年了，眼睛就和秤一样，打眼一看就知道你多少斤。来，让你看看我估摸的准不准。邱一诺不信邪的踩上去，看着法眼夹在家，差点气哭了。还差点，你别吵，马上就整好了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看着肉挺多的，怎么还没到150？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有150斤？还说自己眼睛是称，看一眼就知道我多少斤。149斤，好像比150斤没少多少吧？好吧，算我看走眼了。所以我到底有多少斤？一诺姐，其实咱们不知道也挺好的。149斤。一诺呀，你长得好看，胖一点富态，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可不是嘛，一诺胖乎乎的，养的2个儿子也是胖墩墩的，看着就让人稀罕。别人想吃这么胖，还没有这个条件呢。谢谢了，我一点也没有被安慰到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悄悄进入11月底。青青，你会腌酸菜吗？当然会了，从小就给我爸打下手，后来我表姨家的酸菜也是我和表姨2个人腌的。你表姨夫不帮忙干活吗？他当大爷，什么也不干，等着我表姨和表妹伺候。
对了，一诺姐，我想过2天请半天假，回去帮我表一腌酸菜。行，半天够吗？不够的话，1天也行。半天就够了，我干完活马上就回来。谁啊？陈红英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100公里以外的妹妹家，就是为了接女儿回家。你是谁？你来我家，你问我是谁？这是你家？不对呀，这不是赵雪珍的家吗？赵雪珍，你不就是赵雪珍吗？哎呀，你现在怎么老成这个样子？我不是赵雪珍，我是她远房姐姐，我叫陈红英。怪不得，你俩长得也太像了。不过赵雪珍早就搬走了，听说她家那口子被批斗了，他们一家都去了农场改造。他们一家怎么样了？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打听，不过你可以去问问邵家的媳妇儿。这个邵家的媳妇儿又是谁？她与我妹妹一家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她是你妹妹的外甥女，前2年投奔来的。当时你妹妹一家早就去农场了，还是少母看她小年纪可怜，就好心收留了她。她叫什么名字？邱一诺，一诺千金的一诺，名字还怪好听的。她结婚了，那丫头结婚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我就这么不值得她信任，连往家里送1封信都不肯，我养她有什么用？大姐，你是一诺的吗？是，我就是那丫头的妈。大妹子，我姑娘离开家都2年了，连句话都没有，谁能想到她闷不吭声就嫁人了？这个臭丫头根本就没把我当妈看待，求求你带我去找她。程大姐，你别激动，去之前我有话和你说，你听完了我才能带你去。什么话？当初一诺来咱们这儿，恰好赶上她婆婆被人抢了包，她去帮人把包抢回来，被人敲了脑袋，然后再醒过来就忘记了以前的事儿。然后呢？我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，她现在好好的。少母看着她可怜，就做主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一诺，2人去年结的婚，今年一诺生下1对双胞胎儿子。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程大姐，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没说。大妹子，你有什么话一口气说完。前2个月部队来消息，你家女婿牺牲了。哎，程大姐，你别晕啊！程大姐，你醒醒啊！不带这么吓唬人。你好，我是19师一团的团长周安邦，邵成远的老师兼领导。你就是我们阿远的妻子吧？我不是，我叫贺自清，是一诺姐的远房表妹，过来帮忙伺候月子的。一诺姐，姐夫的领导来了。那小子审美是这样的，喜欢肉嘟嘟、胖乎乎的女人，怪不得部队文工团的那些小姑娘，她是一个也看不上。原来好这好。你好，我是周安邦，阿远的老师。老师好，赶路辛苦了。青青，你帮我倒杯水过来。啊，好的。别忙活，怎么没看见你婆婆？阿远牺牲的消息传来，婆婆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就冲出家门了。听目击者说，她好像被车子撞了，对方将人送去医院了。只是我四处打听，却始终找不到她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还没找到他人吗？后来我也找人打听过，不过我没门没路，也没有人告诉我婆婆到底去哪里了。生孩子那天，但凡再快一点，说不定自己就能和婆婆一起去过好日子了。就差了那么一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阿远媳妇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，尽快找到他。那就麻烦老师了。周安邦将目光移向了旁边大宝、二宝。我能不能抱抱他们？当然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小的双胞胎，哪个是老大？这个是。他叫什么？邵星辰。邵星辰这个名字好。星辰啊，你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军人，你一定会以他为荣的。阿远媳妇，你把孩子照顾得很好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。从前不曾让他为这个家操心过，将来更不会。阿远媳妇，这是部队发放下来的抚恤金，你拿着，用这笔钱好好照顾孩子。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我尽我所能。老师，没有看见阿远的尸体，我始终坚信他活着，所以抚恤金我不能要。老师，把这笔钱送给那些比我更有需要的人。邱一诺被自己的无私伟大给感动到了。再看看邵成远的老师，好家伙，哭得比他都情真意切。有点罪恶感。这个女人刚穿书，不但面临生产，还成了寡妇，就连待自己极好的婆婆也丢了。现被亲妈发现自己的悲惨生活，哭得嗷嗷叫。我的女儿，我苦命的女儿，你年纪轻轻怎么就做了寡妇？这位太上头了，哪里跑来的老太太？这是几年没洗澡了，快生死小孩了。妈，我好好一个闺女，今年才20岁，怎么就做了寡妇？老天不长眼啊！妈，你快放开，否则你大外孙子要被你挤缺氧了。不是被熏得缺氧了才对。看着泪眼汪汪的大外孙和不停打哈欠的小外孙，陈红英又想哭好女儿的命太苦了，硬是被这个臭丫头一眼给瞪了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它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天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。上闲鱼有钱花，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
离家2年，你一点消息没有，现在没了男人，还带着2个拖油瓶，你说你这辈子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日子照样过呗。将来你还怎么找人家？谁家愿意让你带着2个儿子嫁过去？我没男人能嘎，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还要嫁人？你还这么年轻，当着我丈夫领导的面，你和我讨论再嫁的事情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臭丫头，有人你也不和我说一声。阿远媳妇，你还年轻，也不可能一辈子不找。如果你有再嫁的想法，老师我是非常支持你。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我和你师母都愿意帮助你。部队里也有很多合适的好小伙子。老师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对了，你是阿远的丈母娘，你好好劝劝你姑娘，阿远牺牲的抚恤金可不能不要。什么玩意儿？抚恤金你不要，孩子怎么养？怎么出来2年，光长肉不长脑子？抚恤金的事儿有了陈红英的掺和，邱一诺也不敢再推辞了。将来邵成远回来了，扣除应发的津贴，再将其余的钱还回去，就是进兜里的钱再拿出来，有点肉疼。邱一诺留了周安邦在家吃了饭，差不多下午的时候，他的警卫员带回来好几袋奶粉，还有不少鸡蛋鱼肉。老师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这丫头疯了吗？这么好的东西往外面推。阿远媳妇，老师也没什么能帮你的，这些你别和老师客气。老师，真不行，家家户户都缺衣少食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阿远媳妇，你不让老师做点什么，我这心里难受啊。见他眼眶泛红，打从心底愧疚不已，邱一诺也不好意思再推辞。等过段时间，自己给老师有点当地的特产，人情有来有往，关系才能处得长久。周安邦喊成钱，主动把地址和电话给了他。阿远媳妇，有什么困难你可以随时找我，只要在老师能力范围内，我都会竭尽所能。谢谢老师，妹，咱能不哭吗？臭丫头，我到底是为谁哭？我就知道你这个臭丫头记恨着我，怪我从小偏心你弟弟，可我短过你吃的，还是短过你喝的？当然没有，就是吃的没他好，穿的也没他好。哼，我偏疼他多一点，也是用你爷你奶的钱，我省下的那点还不是花在你身上了？陈红英同志，你脸上的皱纹多，皮肤也不白，这么哭一点也不惹人怜爱。臭丫头，你嘴怎么那么损？人家说你失忆了，我看你就是装的。别打了，我肋骨要被你拍断了，到时候喂不了奶。臭丫头，你再和我没大没小的，等你给孩子断了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虚张声势。安静下来后，陈红英又忍不住再次落泪，一把将她抱进了怀中。我的姑娘呀，惨的哟，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，今后你的日子可咋过？你弟弟也是个靠不住的，你说你将来能指望谁？好了，不就是没了男人嘛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以后日子会好的，将来还有2个儿子给我养老，日子不要太好。你这丫头就会气我，等你把孩子拉扯大，你都人老珠黄了，捡别人不要的都没有了。趁着你现在还这么年轻，遇见好男人还是要好好的考虑考虑。可拉倒吧，我万一再碰见我爸那样的男人，我宁愿一辈子做寡妇。你真的失忆了？失忆是真的，生孩子那天也想起了一些事儿。那你还记不记得丁家那个小子？不记得，是啊。不记得就不记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对了，那个叫青青的小姑娘是谁？她过来给你看孩子，人品信得过吗？你就说是咱家的远房亲戚，可别说漏嘴了。她是花钱雇来的，你真是过2天好日子，不知怎么嘚瑟好了，花钱请人给你看孩子，这开销得多大？我婆婆下落不明，我自己一个人怎么看2个孩子？那也不能请人啊，万一让别人知道了，又要扣帽子了。你说你找个人回家知会我一声，我来给你看孩子，又不花钱。这不是还没完全想起你们吗？现在你也想起来了，我也来了，你赶快把人辞退了。瞧我来这里这么久都忘记说正经事儿了。你爸没了，现在咱家是我做主，你别怕，带着孩子大胆的回家住。陈红英同志，恭喜你脱离苦海。要嘎了，哪儿有你当女儿这么说话的？他再不是也是你爹，就算是你不难过，也别表现出来，让村子里的人知道了，还要被他们戳几两骨。我管他们戳不戳几两骨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就不认他。你和我说说就得了，回去了当着你爷奶的面可别这么说。我不回去，我在这里待得好好的，我才不回去。你这丫头怎么油盐不进？你回去有人帮你看孩子还不好？不好，说不定你是骗我回去给你宝贝儿子当奴隶使唤的。我看你就是不识好歹。这2个奶娃娃刚出生不久就拥有了隐身术，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他们拥有成年人的思想，总想去自己的空间看看。就在这天再次消失的时候，却被邱一诺发现了端倪。妞儿，大宝2宝不见了！哎呦，
青青，你快去找大宝、二宝。婶子，大宝和二宝不是在炕上睡觉吗？不对呀，我刚刚明明看见他不在这儿的，难道是我的眼睛不好使了？上一次一诺姐也是看错了，是自己失算了，没想到姥姥还能回来。这是第几次了？这么多次了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，总不能自己眼睛不好使了，连妈眼睛也不好使了，关键还是他们两个都消失了，这就有点不正常了。难不成是他们也有进入空间的权利？这么一想，邱一诺就想带着孩子试一试，恨不能马上就到晚上。连吃晚饭的时候都是心不在焉的，连陈红英说了什么都没听见，很是敷衍的嗯了一声。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糟心的玩意儿？人家姑娘巴不得和自己妈亲近一些，你可倒好，就记着我那点不好。怎么又无缘无故的生气？难道是老太太更年期了？这个年代更年期要怎么办？又没有太太可服液，要不要找一个靠谱的中医给她看看？刚想说点什么，他已经气呼呼的收拾饭桌了。走，青青，咱们不搭理他。你们收拾吧，我今天太累了，就先睡了。下一秒见他关门上锁，气得陈红英脑袋瓜嗡嗡的。冤家，自己是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冤家？自己都说明天要走了，这个死丫头做样子，就不能挽留她一下？婶子，你别气，一诺姐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估计你说了什么她可能都不知道。我看她下午的时候就有点精神不济。还真是，难道是晚上睡不好？应该是。哎呀，这丫头，她怎么不和我说？别的帮不了她，搭把手我还是可以的。说罢，陈红英立刻去开门了。六儿，怎么了？今天我帮你看着孩子，你就睡一个好觉。不用，晚上我还要起来喂饮料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喝奶粉啊？那不行，孩子不喝我的饮料，我很容易胀的，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，疼的时候恨不能撞墙。我帮你，你就好好的休息。好家伙，你还有饮料？难不成你的宝贝儿子还没断奶？你这嘴胡咧咧什么？你弟弟都多大了？17岁吃什么饮料？你可别说话了，老老实实上炕睡觉。邱一诺也不再纠结，能让他睡一个好觉，求之不得。至于空间的事儿，来日方长，又不急于一时。邱一诺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半夜时分听到孩子吭吭唧唧的声音，条件反射就要坐起身。你别起来，继续睡，最好侧着点身子睡。然后他的衣服就被陈红英同志掀开了。邱一诺接受不来陈红英连问都不问的扒开他的衣服。女人生了孩子以后，好像就只是孩子的行走口粮，但我是妈妈，更是自己。你把衣服撩起来，别盖住二宝的脑袋，该透不过气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陈红英几乎是双手托着二宝，手动找准他吃饮料舒服的位置。六儿，你睡你的，别管我。他们一吃饮料就是半个小时起步，就这么拖着，1个小时以后还不得腰酸背痛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。上闲鱼有钱花，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1个小时就1个小时，还能比我下地干农活累？你看看你的黑眼圈，生了这2个小子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吧？邱一诺喉头一紧，撩开衣服，压低了身子。妈，你把二宝放下来，我这么躺着喂饮料也累不到哪里去。这2个月，他摸索了无数给孩子喂饮料奶的姿势，最后发现这个姿势最省力。不过时间一长，胯骨轴还是会疼。正想伸伸腿，活动活动，陈红英已经给他揉上了。妈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地方疼？你是第1次当妈，我可不是。我生完你弟弟就是那个地方疼，你一动我就知道了。陈红英的力度刚刚好，缓解了他不少疼痛。这一折腾就是1个多小时了。最后他实在挺不过去了，就这么睡着了。睡梦中好像有谁在摸着他的头，轻轻啜泣。再次醒来，外面的天色大亮，双胞胎也不见了。晶晶，我妈呢？婶子回村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今天早上天不亮就走了，走之前还给你做了丝瓜蛋花汤，他说这个汤可下奶了。他走了怎么也不说一声？一诺姐不知道吗？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就说了，你不走心的应了一声，还把婶子气够呛。昨天他生气是因为这事儿，怪不得。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丝丝的罪恶感，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一诺姐，婶子还让我给你留了话。什么话？让你别不舍得吃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也要多吃点好的，别亏待了自己。在吃的方面，自己还真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。
一诺姐，你怎么把钱放在这里？我没，应该是我妈放的。这老太太从哪里弄的奶粉票？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坐在了炕上点米，一共是93元4角7分。估计婶子只留了回去的路费，剩下的钱票都给咱们了。邱一诺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，慢慢的攥紧手里的钱和票，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座巨山压着，胸口闷得透不过气。穿过书的都知道，空间都是随身的，然而他们母子穿书，却把自己的空间都重合在一起了。就在此时，女人再次发现儿子又消失了，还出现在自己的空间里。臭小子，你怎么动不动就玩消失？便宜老妈怎么进来了？便宜老妈为什么盯着我看？难不成她知道这个空间是我的了？空间是你的，肯定是今天进入空间的方式不对。便宜老妈能够听见自己的心声，难道这是空间附带的功能？可是为什么自己听不见老妈的心声？便宜老妈，怎么了？那个声音是你，是我。所以你是谁？是我的大宝吗？我是你的儿子，不过我是穿越来的。穿越啊？看样子是老乡啊。空间这么离谱，你都能接受，肯定也能接受我是穿越的。继续。我是出了车祸才穿越到这里，刚过来你就把我生下来了，所以的确是你的儿子，只不过是带着前世的记忆。你是车祸来的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们不是穿越，而是穿书。所以你也是穿来的？那我肯定就是男主角吧？你想多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么帅，就是天选穿越人士，我不是男主角，谁是男主角？难不成便宜弟弟是男主？二宝也不是男主，男主是原主的主马。就是姥姥说的丁家那小子，你们两个都快要谈婚论嫁了吧？这么小就爱八卦？没错，是他，丁子旭。所以便宜老妈是女主，带着2个儿子改嫁男主，你真是了不起。你又想多了，我不是女主，我是恶毒女配。可是看着你不像是为爱疯狂的人。也许原主是吧，但我肯定不是。能和我说说这本书吗？所以我爸爸没死。没有，这个时候的他在执行一件很危险的任务，估计要潜伏个4、5年才能回来，因为表现优异，还会升职，最后他还成为了大首长。只要你好好的，以后肯定能跟着你爸吃香的喝辣的。军二代啊，我以前想不敢想。那你呢？我啊，可能会早亡。什么叫可能？你为什么会答？我绝中了吗？还是说意外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本书又长又水，上千万字，所以后面我是跳章看完的。看都看了，就不能都看完？你跳什么章啊？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答的。不知道，别担心，我会努力的活下去。就算无法改变剧情，你还有你爸爸。根据作者的描写，他应该是特别好的人，不会亏待你和二宝的。你知道吗？有后妈就会有后爸，我不想做没妈的孩子。大不了我损一点，临嘎之前让他别给你们娶后妈。前世我是光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从来也没感受过亲情。这辈子我不想再羡慕别人有爸爸妈妈，所以你能不能好好活着？好，为了你和二宝，我也会好好活着。记住你承诺过我的，千万别恋爱脑，跑到男女主面前作死，让他们抓住你的把柄，也别让他们来占我们家的便宜。果然是自己生的，连想法都一样。这个女人为了证实小儿子是穿越的，竟不断摇晃沉睡的他，就为了让他醒来，承认自己是穿越的。醒醒，妈妈有话问你。什么？没有问他。干嘛打我？小孩子不许说脏话。大宝撅着小嘴，不服气地瞪着他，也不敢顶嘴。二宝这时睁开了双眼，看了一眼邱一诺，头一歪，又要闭上眼睛。二宝，别睡，妈妈有话要问你。快告诉哥哥，你是不是也是穿越来的？二宝，当初撞向我们的另一辆车是不是你？你在前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？二宝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明星，说不定你在电视上看见过我，我演戏可好了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，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，每本都很有用，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解漏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。闲鱼真是太全面了，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，我也在闲鱼上岸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二宝一直眯着眼睛看着大宝，好似是真的在思考什么问题，只是眯着眯着，眼睛又闭上了。二宝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婴儿。唉。所以二宝是个土著了。如果他真的与我们是一出来的，他想什么我应该都能听得见。算了算了，土著就土著吧。妈妈，我们以后可要对二宝好一点。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好哥哥。将来我肯定对二宝好，我挣的钱都给他花。毕竟二宝看上去就像是个不怎么聪明的孩子。你别被二宝赶超了就行。怎么可能？好歹我也上了10年的学，起跑线都不一样，二宝怎么赶超我？可怜的人类幼崽，要从头学习，而我已经站在顶峰了。这小子还有点臭屁。
如果有一天爸爸回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还要跟着他去随军？邱一诺陷入了思考中，面上表情不显。忘了妈妈是来自几十年后的独立女性了，妈妈肯定不会把自己寄托在男人身上。那如果以后他们离婚了，我要跟着谁好呢？我和便宜弟弟是不是要分开？虽然他有点笨笨的，可是没有我这个哥哥照顾，以后被后爸后妈欺负了怎么办？你担心的应该不会发生。你听见了？那你们会离婚吗？那么大声听不见才有鬼呢。上辈子太累了，这辈子就想找个男人养着我。你爸爸算是不错的人选。如果先找到你奶奶的话，那就更好。据说你奶奶家的条件非常不错，以后不靠你爸也能吃香的喝辣的。怎么个好法？你快和我说说。我如果知道的话，现在不是早带着你们兄弟俩去投奔他们了？所以这也是你跳章没看到的重点。大概是吧。你爸又不是主角，作者也不可能张张都写他。我怎么有你这么不靠谱的妈妈？熊猫是我的大熊猫，竟然看见真的了。我的空间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熊猫可是实体兽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放什么？空间都是我的，我就是这里的主人，他不敢伤我。过分，怎么又跑了？还自己白开心一场。绑过系统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个系统就幸运到爆棚了。然而他们母子上千个系统摆在面前，却嫌弃这个不喜欢，那个不愿意。你好，我是3224号系统，邵星辰，你愿意绑定系统吗？什么系统？学习强国。我不愿意。怎么你一个难缠？或者宿主，你也可以和我绑定女配逆袭系统。没兴趣。妈妈，我喜欢萌兰，咱们叫她萌兰吧。我喜欢花花，叫花花多好听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考研成功了。我分享一下我考研成功的经验，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，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，每本都很有用，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简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。闲鱼真是太全面了，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，我也在闲鱼上岸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就没人问问自己的意见吗？要不这样好了，叫萌花。我看行。你们都不想绑定我，给我瞎起什么名字？萌花太土了。有绑定摆烂的系统吗？或者我绑定一个万人迷系统也行。自己跟在天选之子身边已经5年了，5年没开张了，今天说什么都要搞定一个。你们2个随便挑一个吧，总之谁来绑定都行，自己只想快点脱离现在的小世界，去寻找一个干大事儿的主人。这种任务系统最烦了，完不成还要受惩罚。还真有万人迷系统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要绑定这个系统。宿主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会有相应的奖励。这个不好，没完成任务还要扣除你的万人迷值，到时候你变得巨丑无比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我可不认你是我的儿子。对，这个不好，换一个。这个女人跑出来捣什么乱？这个是什么？清洁系统？让我打扫卫生的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还小，扫把都拿不起来，怎么打扫？妈妈，这个事业系统非常适合你。适合个鬼，我才不要搞事业，上辈子到死都没享过一天的清福，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躺着。你也不怕四肢躺退化了？臭小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你选这个农业系统，再过几个月我长大了，口粮可不能短我的，这辈子我可是立誓要长到1.9米的。母子俩思考了一番，很有道理。结果一打开明细，发现前期需要自己种地。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太小了，连锄头都拿不起来。我更不行了，我是来享福的，种地什么的我也不会。宿主，藏书阁里什么书都有，一边学一边种地，不耽误的。等到了20级，我就会帮忙打理。前期你不可以帮忙种地吗？大不了我们少要一点。对啊，大不了20级以前的农作物我们都不要了。不劳动不付出就想要回报，美死你们的了。看你这个表情，应该就是不行。那算了，我们暂时先不绑定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饿了。有时间再来找你玩，拜拜。现在的宿主真是不好骗，呜呜呜！这次任务我肯定掉车尾了。这个女人只为了和主人家说句我要离开了，就在寒冷的夜里等了整整1个晚上，只因这个女人不想连累这家人。妹子，我这里有猪肉，你要不？耶，一诺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我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来找你的。一诺姐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刚忙去你表姨家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出去说。两人刚走到巷子口，就看见不远处有穿着制服的人冲了过来。上面抓人了，我们快跑！别跑！
不行，青青，我跑不动了，你先跑出去。一诺姐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知道有一条小路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你快爬上去。一诺姐，你用点力，咱们翻过去。一诺姐，你还能坚持吗？冤枉啊！再也不改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没事儿，咱俩找个能说话的地方。说说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，路过某一处昏暗的小巷子，我看见文慧的那帮人拉着一个姑娘行不轨之事，我一冲动就把他们给揍了，里面带头的那个人伤得最重。他们看清楚你的长相吗？应该没有，当时天很黑，他们甚至还把我误认成男人。既然他们没有认出你来，你怕什么？文慧距离我们家很近，我怕他们来排查，我不能连累你，所以才想着我不干了，他们找不到人，也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今天就会来附近排查，但是我一个陌生的面孔都没有看见。青青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和我说？我好像把那个领头的根踹坏了。其实今天早上我还去医院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不错，一诺姐，你在夸我？就会欺辱你心的汪汪，踹嘎了都算轻的，你做的不错，但是发生这样大的事情，你没有第一时间和我说，我现在很生你的气。我当时打完人就慌了，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就是怕连累你，他们文慧都是一些不择手段的人，我怕他们打击报复你。快把眼泪擦一擦，出事了咱们就想解决的办法，逃避不是办法。可你今天去医院打听，估计这事儿肯定瞒不住了。那怎么办？估计找到你也是时间早晚的事情。我更不能连累你了。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跑路啊！这个丫头在外惹事了，女人非但没有辞退她，还与她一起回老家避风头，只因这家人都护短。这事儿咱们是该与青青一共进退。那你看好弟弟，我去外面收拾东西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想拉粑粑。我是人，吃多了就想拉粑粑，又不是摆着好看的玩偶。算了，我带你出去拉。与此同时的平安村，秋千惊起了一个大早。今天怎么出息了？起得这么早？我一会儿有点事儿，和东子出去一趟。又跟着他们出去干什么？你一天不床点火，浑身难受是不？中午咱们一起回我奶家拿只鱼去，看谁敢甩脸子。听说邱老二家的姑娘嫁人了，你这消息也太落后了，他可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呢。听说邱老二家的姑娘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好像连自己亲爸亲妈都忘了。怪不得她嫁人了，我可记得邱家姑娘和丁家那小子都定亲了。定啥亲？亲事根本就没谈成，两人一个打着卖女和一个打算白了一个儿媳妇的小算盘，就这么把2个孩子都耽误了。咱们村多好的金童玉女，真是可惜了。我看一点也不可惜。前段时间丁子旭回来，还跟着一个领导的闺蜜，叫什么安心，一看就是城里的小姐。你们是没看见丁家老太太的态度，那真是恨不能当祖宗一样供着啊！那丁子旭娶了人家，以后可不就是城里人了吗？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啊？不过邱老二家的姑娘也实在是可怜。可怜什么？谁让他倒霉摊上了那么一个爸？大家都别说了，邱家那个小混蛋回来了，听到咱们说他姐闲话，说不定犯浑又要打人了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在说谁。张大爷，王婶子，你们在聊天呢？金子这是去哪儿了？上山给我爷奶捡点干柴烧火。张大爷，你家缺不缺干柴？要不我去捡点给你送过去。自己今天敢占这个便宜，明天邱家老头老太太能把自家爹的粉都给刨了。金子好样的，怪不得你爷爷总夸你。从小我爷奶就对我最好，我不对他们好，我对谁好啊？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孝顺。大家尬笑了几声，又喊一个夸，直到实在没东西夸了，邱千金这才离开。该说不说，就凭着金子的这张嘴，我是那邱家的老头老太太，我也能被他忽悠的晕头转向的。就长了一张好嘴，屁事儿不干。老张头，你可别酸。那天我路过老邱家，还看见金子给他爷爷倒尿壶呢。我看你是没有孙子，嫉妒人家老邱头吧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家小儿媳妇又怀上了，这一胎肯定能生孙子。要嘎了，你家小儿媳妇今年也40多了吧？你们家为了要孙子，竟然还让人家生，也不怕岁数太大有个什么好歹？王红霞，你竟然诅咒我家小儿媳妇！
经历过80年代的都知道，那是个穷苦年代。可这个女人只因结了个婚，结果回村竟让人认不出她了。姑娘，请问你们找谁？王婶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认识我？我是邱一诺啊。邱老二家的邱一诺？可不是，咱村还有谁叫邱一诺？哎呀，一诺2年没见了吧？你这是上哪儿过好日子去了？这得吃多少好东西才能补成这样？邱一诺通过原主的记忆，成功回到家，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坯房，顿时泪眼汪汪。这家可真他喵的穷啊！本以为婆家已经够朴素的了，没想到娘家更穷酸。这样不见阳光的小房子里住的时间久了，说不定人都要抑郁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零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一诺姐，大门上锁了，婶子可能不在家。今天是阳历年，估计我妈他们应该在我奶奶家。那我们要去奶奶家找他们吗？不用，估计我回来的事情一会儿就能传到我奶家，说不定马上就回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你说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？嗨，让姥姥看看我的大宝贝。那是二宝，原来是姥姥的小宝贝呀！你说你怎么当妈的，这天寒地冻的跑回来，也不怕把2个儿子折腾感冒了？明明你想让我回来，现在回来了，你还唠唠叨叨的。走，青青，快和婶子进屋暖和暖和，这一路上冻坏了吧？还好，走走身子就暖和了。快给我2个外孙子放在炕上暖和暖和，2个孩子冻得鼻尖都红了。两人将大包裹放在了地上，邱一诺四处打量，察觉到有人在打量自己，回眸看着正进来的邱千金。邱一诺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神似的五官让邱一诺红了眼眶，记得上一次看见这张脸还是20几年前。大哥，诺诺真的好想你。你不会说话，把嘴闭上。这丫头也不知怎么那么在意自己的体重。邱千金也想上前安慰她姐，想到她好像对自己不是很喜欢，又缩回了脚步。救救我呀！对了，你鱼给拿回来了吗？拿回来了。姐，你快上炕暖和暖和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我帮你。你是谁？她是你姐夫家那边的远房表妹，正好过来帮我照顾孩子的。她叫贺子清，你和人家好好相处。你是我姐夫的表妹，那就是我的表妹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青青比你大，那就是我表姐。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欺负表姐的。我怕你被揍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被揍了，我可不管你。要不要那么夸张？妞儿，你最近饮料足吗？不多了，就够一个孩子能喝饱。自从知道大宝也是川来的，邱一诺就没再喂过大宝饮料了。金子，你再烧点水，给小外甥冲点奶粉。估计他们2个饿了，这会儿功夫一直张着小嘴。平时见面就剑拔弩张的母女俩，今天却出奇情绪稳定，这让陈红英很是奇怪。你说你咋那么会生，把我们大宝二宝生这么可爱？对了，你都回来了，明天去你爷奶家看看，好歹他们也是长辈，把大宝二宝带过去，也给他们2个人看看。行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？听你话就是奇怪了。那这次回来你打算待多久？你希望我待到多久？当然是过完年。那行吧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就等着孩子断饮料。你同意了？对呀。有点过分的好说话，陈红英心里有点不安，正想刨根问底，金子已经端着一大盆鱼进来了。妈，青青表姐炖的鱼可香了，你们快来吃饭。嘘，你小声点，孩子睡了。你俩快来吃，我先看看我2个小外甥。妈，你觉不觉得他俩的嘴有点像我？是有点像。外甥4舅，这话果然没错。对了，他俩谁是大宝，谁是二宝？这个是二宝，二宝眉毛粗粗的，人家说了眉毛粗重情义，那个是大宝，而垂后，以后肯定是个有福之人。妈，你可真厉害，竟然一下就区分开了。我看着他们2个长得可是一模一样。眉毛粗的是大宝，而垂后的是二宝。这时贺自清也端着一锅饼子进屋了。都弄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邱千金夹了一大块鱼给他姐，见他淡淡的瞥了一眼自己，立刻秒懂。忘了你吃鱼不爱挑刺，我给你挑。原主哪里是吃鱼不爱挑刺，这个家有邱父在，这种好东西永远轮不到原主的头上。给你。贺自清从婶子那里得知他们姐弟有点嫌隙，见邱千金也不是那种被宠坏的独苗苗，决定为她说2句话。一诺姐，刚刚金子拿回来一块瘦肉，等明天我给你做点别的吃的。你哪来的肉？我去东子家借的，改明儿我拿点别的东西去还给他。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再去别人家借了。邱千金愣了一下，有点不适应的点点头。邱一诺见大家一直在吃白菜萝卜，锅里的鱼肉始终没动一块，
心里挺不好受的，就给他妈轻轻地夹了一块。这么多的鱼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吃不完，你们也吃，你也吃。姐给自己夹菜，从小到大，只要爸妈在，姐就像是故意攀你似的，绝不给自己一丁点的好脸色。只有他们俩的时候，她才偶尔会难得心疼自己，把她也舍不得吃的糖省下来给自己。今天竟然当着妈的面给自己加鱼肉，果然是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。这样以后她们姐弟是不是就可以和平相处了？邱千金眼眶红红的，心里欢喜的不得了。如果不是双胞胎睡了，她真想跳起来抱着她姐转几圈。一块鱼肉不至于吧？这对姐弟终于能好好的相处了。这个奶娃娃年纪不大，却操碎了心，还不会爬的年纪，却要卖笑替娘亲讨欢心。接上集，吃过早饭以后，陈红英便带着他们姐弟2人去了爷爷家。呀，哪，我姐抱着孩子来看你们了，你们肯定不知道2个小家伙长得可讨喜了。听着大孙子的声音，邱家老2口立马就出来了，先是对大孙子嘘寒问暖了一番，然后才将目光落在了邱一诺的身上，心里对他是有气的，自己老子没了，都没说回来看看，但是又可怜他小小年纪就做了寡妇，此刻心情很是复杂。外面冷，快带孩子进屋。进了屋子，邱千金就像是个话痨，说什么都能换来老2口的开怀大笑，直至看到2张粉雕玉琢的小脸。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，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爽了。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，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哪个是老大，哪个是老二？这是大宝少星辰，这是2宝少北辰。邵星辰刚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了头顶上方多了一张满是皱纹的老脸，吓得他差点没飙出眼泪来。后来想到姥姥说过要带着他们来见妈妈的爷爷奶奶，在孤儿院的时候，他记得有人说过，老人都喜欢对他们笑的孩子，证明他们能长命100岁，立刻转为咯咯的笑。这孩子看见我，怎么笑得这么开心？是因为太爷爷能长命100岁吗？老头，你果然很懂。他这一点头，可把屋子里的人都震惊坏了。爷爷，我大外甥都这么明示了，还不明显吗？你肯定能长命100岁，和我奶健健康康的。让我看看，我们大宝看着太奶奶笑不笑？笑，当然要笑。自己一贯是一视同仁，为什么便宜弟弟是个土著？他若是和自己一样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就有人能帮自己分担了？老头子，瞧见没？这孩子也对我笑了。看来咱俩都能长命100岁。仔细一看，他俩长得有点像咱们金子。哪，你也发现了？我昨天看见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。你看看这个眉眼是不是很像我？还有这个嘴唇，这个鼻子，和我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了。2宝是被哥哥吵醒的，睁开惺忪的双眼，挥手企图抓住什么，一不小心抓住了太奶奶的手，嘴角上扬了一个极小的弧度。那你瞧见没？2宝酱你也笑了。魏毛自己觉得2宝是在嘴角抽搐。那我可跟你说，2宝可老气横秋了，就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回来都没什么表情。这还是他第1次见人就笑，我妈都没有这个待遇呢。儿子吹起的牛皮，就算不是真的，陈红英也要继续编下去。可不是嘛，2宝的确是见谁都冷冷淡淡的。妈，看来咱们2宝是喜欢你呢，这会儿功夫抓着你的手还不放了呢。自己的土著弟弟歪打正着了，正好自己也笑累了。邱奶奶笑意更浓了，抱起了2宝，稀罕的要命。虽然孙女不太讨喜，但是她生的孩子可真是让人稀罕。这个女人每次看侄子上门就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只因侄子是这家的独苗孙子。而今天看到邱一诺一家3口都来了，还哄得邱老爷子乐呵呵，顿时嫉妒到扭曲了。再好有个屁用，也不是你们老邱家的孩子，还不是姓邵。大嫂，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只要我想让孩子姓邱，你愿意让他们跟你分爸妈的钱吗？你说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？你是笑话我生不出儿子？你生儿子了吗？你想打谁呢？邱老二我打不过，我还打不过你。别担心，咱妈虽然体格小，但是爆发力惊人，在打架这一块可从来没输过人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，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邱奶奶见状，将2宝塞给了孙女，就跑出去拉架。陈红英见好就收，邱大娘却是打红了眼，巴掌直接落在了邱奶奶的胳膊上。妈，我不是故意打你的，我是想打陈红英这个嘴贱的。你打他做什么？他说的不对吗？你本来就没生出儿子。
妈，同样是媳妇，你怎么就那么偏心？就因为他生儿子？对，有本事你也生儿子，我也偏心你。等邱奶奶回到屋子里时，房间出奇的安静。姨娘，这是给孩子的见面礼。没想到只对自己孙子大方的老爷子，竟然能拿出5块钱给曾孙子做见面礼。给你，你就拿着。我和你奶奶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。你男人是个好样的，你好好把孩子带大，日子一点点就会好的。这丫头怎么见钱也无动于衷？公公好不容易出一次血，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了，更何况他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。谢谢爷爷奶奶。对了，你男人牺牲的事情，你妈除了告诉我们，没对村子里任何人说。我想问问你什么想法？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太难了，你要是想再找，最好就让你妈透露出去。过几年孩子再大一点再说吧，这几年我只想好好的把孩子带大。你这么想也没错，过几年再找，村子里的人也不会说3道4的。你是真不想找，还是假不想找？当然是真的。如果是丁子旭来找你，你会回头吗？你姑娘就那么贱，被他们家骂成那个熊样，还能不计前嫌的去给人家当牛做马？我女婿的事情，村里的人不知道也好，省得丁子旭他妈来你这里找不痛快。你不在平安村的这2年，丁子旭休了2次假，来了咱家好几次。他一走，他妈就来咱家骂街。丁子旭没拦着点。拦什么？丁子旭都要被他妈挠出几道血令子。那他可真没用，这兵都白当了，连一个老太太都弄不住。之前不告诉你，是怕你也有想法。现在你没有到也挺好，以后可得离他们家的人远一点。等孩子再大一点，我再去托媒婆打听打听有没有合适的男人，能对你好，对咱们大宝二宝也好的。我就非得嫁人吗？怎么说也要为孩子着想，等他们再大一点，就会因为没有爸爸而被人欺负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总有那么1个2个嘴贱的，日子久了，没事也变成有事了。我在家这些情况就不会出现了嘛，别人该说还是一样会说。如果我这个妈妈够强大，别人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爸爸而欺负她。不论怎么样，首先我这个妈妈得先立住。女人想要立起来，何其难？只是难，并不是做不到，不是吗？你不要把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。我是你妈，还能害你不成？你是不会害我，但是你的思想太可怕了。我姐不嫁就不嫁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我愿意养他们娘仨一辈子。你以后不结婚了，谁家姑娘能接受自己的丈夫养着她姐姐一家？找个能接受的，大不了我也让她养她姐姐一家。都不接受，那我就不结婚了。信，我说一句，你们姐弟俩有10句等着。你姐弟俩相亲相爱，就我一个是个坏人。这个女人只因想住的舒服一点，就想帮娘家建个新房子，结果房子还没开始建，就有人开始酸言酸语。哟，这不是子旭他妈吗？看着人家一诺过得好，心里是不是特别不得劲儿？我心里有什么不得劲的？我儿子多亏没娶她，要不然这一天天往娘家送多少好东西过去。婶子，那你想多了，我就算是嫁到你们家，你们老丁家也没那么多的好东西让我往娘家拿。谁娶了你才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成天惦记婆家的东西。就你这样的败家娘们，早晚要被婆家嫌弃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2天正好赶上妇女节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。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我婆婆都没意见，你算是哪里冒出来的大蒜？怎么那么会装蒜？我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关你屁事儿！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和长辈说话的。好大的一张脸，你是谁的长辈？我家的长辈可没你这么脸大的，自己家事儿管不明白，还管起我家的事儿。我家茅房满了，你要不要帮我家掏粪？毕竟你那么爱多管闲事。赶快气死丁子旭他妈，让自己也出口恶气。丁母没讨到好处，伸手便要打邱一诺，谁知他更上前一步，直逼丁母。冰婶子，你打我之前，我可给你提个醒，你以前就爱拿自己是军属说事儿，
总说村子里的人欺负你这个军人家属，到时候部队上肯定要过来抓人去审问的。正好今天我也和你说说，我男人是副营长，听说你家丁子旭混了几年也只是个小班长，连排长都不是，与我男人相差了可不止2、3级。到时候部队下来调查，大家伙可以给我做个证，是他先动手的，我再动手可是属于正当防卫。我给你作证，就是丁家老婆子先动手的。对，邱老二家的，你放心，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肯定不能让他欺负你。气死我了！2年不见，小可爱越发的牙尖嘴利了。谁知道你男人是不是副营长？是不是你打了就知道？怎么说你也是长辈，你打了我，我肯定不能还手。到时候你赔我2个钱吧。正好我家盖房子要用不少钱，丁神子给我们添点，我们就少拿点。到时候房子盖好了，要你也来参观参观，毕竟你也掏了钱。是该拿钱，打人怎么能不赔钱呢？更何况是军人家属，更要以身作则。对呀，大不了一诺你也去部队举报丁子旭他妈仗势欺人，看部队有没有人下来管一管。哼，你想得美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幸亏当初没轻易同意他们2个人的婚事，要不然现在岂不是被儿媳妇提到都上级？别介啊，子旭妈你倒是认真啊。丁母今日出师不利，面对众人的嘲讽，最终只能狠瞪了邱一诺一眼，然后灰溜溜的离开了。这个女人因车祸穿书穿到80年代，没想到同车祸的2个男孩竟然还成了她的2个崽崽，就连3人本来独立的空间现在都结合到了一起。接上集，邱一诺家的房子已经完全盖好，现如今准备请客暖房。你算算都多少人了？至少要4桌。就你和青青2个人做饭能忙得过来吗？你又不想干。是呀，我的确不想干。这种话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？你不干，我还得找人帮忙。找呗，多打点东西，我也轻松一些。我要带孩子，还要招呼客人，哪有时间做饭？算了，我真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你，金子。一会儿你跑一趟，让你大娘和小婶后天早点过来帮忙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2天正好赶上妇女节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。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我建议你还是找附近的婶子帮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大娘是能给你好好干，还是我小婶不把咱们家的菜给藏起来，事后再偷摸摸的带走？唉，你说的倒也是。找邻居帮忙，最后给他们端点菜走，人家还乐呵呵的。若是换做我大娘和小婶，说不定背后还要骂你抠搜的。那就不找他们，找隔壁的荷花嫂子，还有家旺他妈，这2个人干活实实在在的，心眼也好。行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知道了。溜儿，不早了，6点1过，赶牛车的张大爷就要走了。再等一会儿。程红英耐着性子哄了一会儿，见他还不起，直接掀开了被子。邱一诺，你赶快给我麻溜点。哎呦，你就不能温柔点？好，我温柔点。我们大宝2宝乖乖睡觉，姥姥把被子叠完就给你们冲奶粉。邱一诺3人是摸着黑来到了村口。杰子和一诺也去镇上。对，快过年了，去买点东西。没一会儿，通往知青点的小路上走来2个姑娘。姐，你看见那个系着红围巾的知青吗？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嘿嘿，喜欢人家。2个姑娘越来越近，却在看向邱千金的时候，很有默契的皱了皱眉，而邱千金浑然不觉。钱知青，我这里有地方，你快过来坐。谁要坐你身边？又不让你坐，我是让钱知青坐。不用了，我们坐在这里就行了。6点1到，张大爷就赶着牛车出发了。钱知青，我家盖新房子了，你后天来我家吃饭吧。我的房间现在可大了，是我姐设计的。对了，听说你可喜欢村长家的小孙子，你要不要来看看我的2个小外甥？他们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孩子，你见了一定很喜欢。姐，你做什么家伙？你太吵了，就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哥，怎么吵了？我就是陪钱知青说说话，这不是怕你们不认识，一路上尴尬吗？一点也不，我现在只想闭目养神，再吵你就自己走着去。好吗？不吵你了，你靠着我，别靠着青青表姐了，我给你挡着点风，等到了我再喊你。这个女人从来没接触过拖拉机，却听声响就知道拖拉机是哪里坏了，只因这个女人是21世纪穿书而来，然而却因为她是个女人，就不让她修。接上集，邱一诺几人走到一半，发现隔壁村的拖拉机正停在路边整修。之前这么悄悄就好使了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要不你看看活塞肖与肖做，加上天又太冷，可能无法发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姐，你还懂拖拉机？你姐夫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工具书，我闲着没事就翻来看看，看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不少。
以后这种解释不通的事儿，就让少成远来背锅。因为就在刚才，突然知道自己该怎么赚钱了。自己也不知道啊，能别这么看着自己吗？这位女同志，你懂拖拉机就太好了，你快过来给我看看，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？你这个拖拉机有年头了，和消赛和销作都有问题，即便是更换了，最多也只能坚持半年。什么？只能坚持半年？杨书记，你可不能随便听这个小媳妇说什么，就是什么了，咱们还是找专业的过来看看才好。没错，之前十里八村也没听过谁会修拖拉机，突然冒出来个女人，还能看出问题来，怎么看都觉得不靠谱。就是拖拉机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专业的都未必能看明白，更何况他只是看了几本书。我姐就是这么聪明，你们有意见？大家说的不错，拖拉机这么贵重，还是要找个明白人看看。我也就是随便说说。这位女同志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不相信你，是这台拖拉机对于我们村来说真的是太宝贵了，容不得一点的差错。理解。既然拖拉机一时半会儿修不好，那咱们大家使使劲，一起把车子推到了旁边，能让我们牛车过去就行。等他们到了镇上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下了车，邱千金依旧贼心不死。钱志清，你后天来看看我们家新盖的房子，又大又亮，你肯定会非常喜欢的。钱之雅尴尬地笑了笑，却并未应下。你家再好，小雅也不会去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，你又代表不了钱之清。唉，这么大的两眼珠子，竟然看不出人家对他根本不来电。金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去买东西了。邱千金没忘记今天的正经事，只能不情不愿地与钱之雅道别，目送着对方离去的背影。怎么有人连走路都那么的好看？人都没影了，你还看？姐，你觉得我和钱之清有戏吗？邱一诺没说话，只是深深地看着他，那眼神，邱千金觉得有点一言难尽，好像踩到了狗屎一样的嫌弃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唉，金子，我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什么狗？舔狗是什么狗？姐，你是想养狗吗？姐，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，千万别养狗，咱们自己都不够吃了，哪有什么残羹剩饭喂狗？依照咱妈的尿性，说不定饿起眼的时候，连狗都给你炖了。应该不会。怎么可能不会？咱妈可不管那些。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就算是再嫌弃也要忍着。金子，我现在和你说的话，你要记在心里。什么话？喜欢一个人没有错，但是要进退有度，不能以你的主观意识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，是对他好的。万一给喜欢的人造成困扰，岂不是得不偿失了？我给钱之清造成困扰了？我想应该是的。可东子说，恋女孩怕缠郎，只要我再努力一点，说不定钱之清就对我刮目相看了呢。你是有哪一点能让钱之清刮目相看？金子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花香蝶自来。如果你足够优秀，自然就会吸引同样优秀的人。所以，少年觉醒吧，不要再做舔狗了。一人做了舔狗，全家抬不起头。不懂。邱一诺将过年的年货也一起采购回去，趁着青青不注意的时候，还会偷偷往空间里塞点东西。至于邱千金，今日全程都很沉默，就像是个提线木偶，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一诺姐，看来金子把你的话听进心里去了。但愿如此吧。